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还有郭正亮哥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到，首先就是辽宁号，之前在12月初的时候东上来进行巡航，但是呢遭到了日本战机的一些骚扰。好，所以后来演变到了12月6号的雷达照射事件哦，所以这个让中方跟日方也是争吵不休。但是现在有一些内幕，我们来看哦，这辽宁号说穿越了宫古水道之后，其实没有像往常直接往西太平洋开进，反而是掉头北上。好，所以这个动作让日本吃了一惊，然后辽宁号华丽转身又往西太平洋的深处去了。那按照公开的信息哦，发现说其实日方的加贺号也有继续贴着九州跟琉球航行，可能是要建立一个屏障，避免辽宁号来一个回马枪。那也使得日本哦再度被动。好，但看来哦辽宁号跟加贺号要直接磋商的这个切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确实哦这方面的动作，中日之间当然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现在日本到底对于川普到没有挺他们，会不会紧张呢？我们先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哦，对于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叫做岩崎茂，采取了反制的措施，因为中方认为哦，这岩崎茂跟台独的分裂势力勾连，而且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跟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所以决定要对他来进行反制的措施。那包含有冻结哦他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财产，以及禁止中国境内组织跟其进行交易合作。那也禁止他入境中国跟港澳。好，这件事情哦，在这个中国这边哦是非常热搜，大家都很关心，也都很好奇。那也登上了百度热搜跟头条的1、2名。好，那美国的总统川普他第2任的国家安全战略，我们大家也很关心里头对于日本的态度。好，其实也发现说这个最新版的 NSS 哦，跟日方的步调明显不一致。而且就没有提到像是北韩研制核武及弹道飞弹。那另外虽然提到是保持军事上面的优势，是嚇阻台湾相关冲突不会爆发的理想方法，但是也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但这个部分却又没有点名中国，所以就被认为说现在川普他对于中国跟俄罗斯其实都比较不敢碰触一些敏感的话题，所以日本这边会不会紧张呢？好，川普在南韩釜山的川习会之前，其实也突然在社群发文，不是提到了两国集团 G2 吗？那对中国做出和解跟和睦相处的姿态，其实对日本政府内部就会明显的感到不安。那现在也觉得说这个中国持续的暴打日本因为双方的状况非常的剑拔弩张。那全球其他人的态度呢，反而是安静吃瓜。那现在就有分析说，这以后一定会是常态像日本很快就会习惯了，因为他们会越来越频繁的见到中国军舰跟战机。那最近中国一套组合拳犹如狂风骤雨但更狠的还在后头。好，所以这场这个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紧张态势绝对不会这么快就消除。那现在大家说这个高市有没有可能在12月26号来参拜靖国神社呢？之前在他们的党内部有讨论说有可能会去，那我当时觉得这个高市应该不会这么的激进一直去挑起一些纷争。但是看看这几次的事件，我觉得这是可能会的好，现在连大陆学者也这样想说预测他极可能会效仿前首相安倍晋三，在12月26号来参拜靖国神社。那这势必又会再度的冲击中日的关系。好，那冲击中日关系如果是在政治上面，在
这个外交上面，那当然就是喊来喊去嘛，那很担心就是升级成军事上面。好，那如果军事上面之外又升级成经济上面的话，对日本民众的痛就很有感觉啦。所以现在日本的通膨非常有感，那受到当然是一方面原物料价格飙涨那现在又有一个节庆就是耶诞节，然后再加上马上就是这个新年，好，这个到各式年菜的价格都被迫调高，所以店家只好推出这外观比较朴素的蛋糕，或是靠着大量进口进货来压低成本，希望借此能降低涨的幅度。那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当然也冲击到了就是日本的旅游业啊，尤其农历新年这旅游旺季嘛，所以现在日媒还是有做一些分析，认为像是在日本这个访日游客开设的茶道课程，公司社长就说这一次中日的关系其实对旅游业的冲击比日本2012年将钓鱼台国有化的情况更加严峻啊。说日本航空业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各航企目前也正努力的适应新的状况。那国旅游的这个业者则是对业务大幅下滑的局面感到非常为难，所以现在想说市场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只好去转向东南亚或是推荐境内的旅游来进行应对了。好，那讲到2012年的钓鱼台事件之前亮哥也曾经分析过说，这个当时是大概2年的时间，那现在看起来事件更大，会不会再持续到3年4年？恐怕旅游业真的是头毛在烧。好，那当然中资的邮轮也退出了日本航线有多家以中国为母港经营的邮轮公司都对日本航线做出调整，像是中资的邮轮和渡轮都已经基本退出了日本航线，那以中国为母港的外资邮轮也都跟进了，那部分班次的日本目的地现在都改成南韩。哇，所以看起来这个僵局局势没解接下来恐怕又有另外一波腥风血雨。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我觉得这种经贸的影响都影响不了自民党的国安决策啦。你不要以为日本是一个民间团体对政府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啦，它跟美国差远的了，所以比较不属于民粹型的，没用基本没有用军团联敢对抗政府，怎么可能呢？更何况目前也只有旅游跟水产，那影响非常非常小啦。我跟你讲，川普都搞成这样了，川普现在经济政治的65%的人反对，他有要让吗？所以我认为那个根本没有用真的有用的是军事事实上，最近高市早苗的民调已经开始下降了，可是下降的很慢。最近时事通讯社还有 NHK 的民调，高市跌了2%，可是也不多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辽宁舰那几乎等于是围日演习因为没有人这样军演的啦，就直接在你旁边军演你看美国那个环太平洋拉多远，拉到中太平洋，拉到南海，所以这个显然是故意的。那日本老百姓就觉得有点不安，可是才刚开始而已，还不够啦。比如说12月13号那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纪念嘛，本来大家预期会有军事动作结果没有。我认为日本右翼就认为他们赢了。我跟你讲，政治就是这样你不要从你的角度说什么，那大家就觉得你南京大屠杀这一天12月13叫外冷内热嘛，中国大陆内部有很多纪念活动可是日本人觉得他赢了因为你没有动作所以我跟你讲，他们的解读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军事嘛，你如果没有在军事上让他很有感，那我不认为他会退了比如说那天结合俄罗斯跟那个图95还有轰6K， 然后还有战斗机空警然后做了那个在日本附近在巡航嘛，距离东京700公里，这哪有什么用700公里从军事角度是可以打到东京
因为那个空对地的飞弹射程有超过1000公里的，可是日本人没有感觉啊。问题在这里嘛，跟台湾一样，你演习是不是？我还租小船到外面看演习。我认为目前的状况就是完全一样的状况，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会造成他的民调什么巨跌啦，然后老百姓会对高市早苗极端不满。刚好相反，你去看小泉进次郎的动作，他为什么要跟进？如果你认为高市早苗快要下台，你小泉进次郎有必要开2次记者会吗？有必要半夜2点开记者会吗？有必要还要针对人家明明有通报，你在那边硬凹，说不是 Norton 都不算？为什么小泉要赌进来？他觉得这个民调会上升啊，所以你不要解读错误啦。我跟你保证，到目前为止，日本右翼认为他们是成功的。好，介大使怎么看？日本政府，日本最近又有一个调查，就是高市早苗，他在这个社群网站 X 的这个上面的支持者啊，从90万暴增到240万。哇哦！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反应。我们常常就讲说，其实日本这个社会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有封建社会传统，所以它这个社会它的民族主义是非常非常强烈，而且是排他性的。然后呢，日本又是封建主义传统以后啊，它的社会的同质性加上它这个同侪压力很高，所以呢，它在只要受到外界一点压力的时候，他这个民族主义啊，跟他的爱国主义会高涨，所以这就是高市早苗不但民调车升，他的这个他的个人的社群网站也暴增的原因。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除非中国大陆有一个长期性的有效压制日本，尤其在经济上、军事上有效压制日本，或者一个反守为攻，让日本感受到压力的这个长期性的作为的话，那么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抬头，跟日本民众的越来越像支持这种极右政客跟极右政党这个倾向是只会有增无减的，不会有什么改变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这个作为的话，现在在外交上、军事上还有经济上都有所作为，可是要从日本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反应的话，他们可能不认为这会是长期性的。最近我看日本这个记者这个媒体在报道说，他们到街头去访问说，看这个像亚洲人的观光，他就问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对。就那个说：“我从新加坡。”另外一个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韩国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从越南。结果呢，他们就在因为大部分大陆观光比较喜欢去大阪、神户。大阪还有就是说京都，还有这个九州一带他在那边就访问。那最后再问一些店家说真的少了差不多少了一半。那这个为什么记者会有这种报道？他们就不太相信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会真的那么跟他们政府走，因为过去经验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次就要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施压的不是强度了，而是它的持续性有多久。是不是会造成日本真正在这个军事上它感受极大压力，那么经济上感受压力，外交上感受到孤立？那这个不是说3个礼拜或3个月，甚至不是3年的问题，而是中国大陆要不要调整它整个对日本的这个政策？从政策上面就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做法一样，就是说各方面就抑制你。然后压制你，然后呢，给你各种的怎么样？这种死绊子、死穿小鞋，那就要看中国大陆这个政策上有没有办法持续。要不然以现在情况上来讲的话，事实上，中国大陆老百姓不要说去日本观光了，还在日本大量购置不动产，很多资本都流到日本去了。然后很多大陆的人都在讨论，网站都要讨论怎么拿到日本的永住权，日本永住权如何好。所以如果说民间跟政府的政府的政策不是一个持续性的，
民间跟政府的不是一致的步调的话，那日本人认为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而且高市早苗，别的不说，他现在目前就收到他的政治红利了。好，赖教授怎么看？是这样的哈，因为过去大陆没有什么样的正当性跟理由啊，把航母拉到琉球群岛，就是大隅海峡往南哈，到宫古海峡这个海域，也就是对整个琉球群岛的封锁切断进行一个实军实战的演练。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正当性，也没有这个理由啊。那现在日本高市早苗送给大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您知道这个辽宁号航母一旦靠近这个海域啊，靠近抵近日本的，例如说从宫古海峡切过去，再往北上到大隅海峡这附近的话，在这个附近里面举行军演，这个对于当地的解放军他们的作战能力跟了解整个这个岛屿的部署的一个情况跟作战，会产生很大的提升作用。所以这个是未来中国大陆就有这个理由跟正当性，就不断的在这个海域中不断的进行这个演练，然后结果他在往东走的时候进入这个美军的航母的一个演训基地，那这个过去大陆也不好说跑去这个地方的演练，这个对于大陆了解美军、日军他们的打法，这个都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还有一个部分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这么焦虑。为什么会那么的担心？就是因为解放军就变成未来要跟日本交战，他从日本的东侧打日本，他越来越有这个能力，越来越有这个底气。那为什么这个战略轰炸机从宫古海峡再往北飞然后往北飞的时候靠近东京湾，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轰6K 可以装可以打到关岛，也就是说可以打2500公里的这个导弹，它可以装战术核弹头，也可以装战略核弹头。那这样的一种属于战略层级、有关于核弹层级的这种导弹，当它往北飞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它就是瞄准东京湾，瞄准东京的经济板块。那这个部分就代表，因为你看到的是2架战机，可是你要想象，它可能未来是这个20架、30架的战略轰炸机群在里面。那么俄罗斯也是如此，所以等于是中俄的这种轰炸机群的联合作战。那么当它一旦从日本的东部海域，对于整个东京湾、东京经济板块一直南到大阪的这块地方，都可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炸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事实上，日本为什么会焦虑，而且焦虑不安，就在于说，原本是大陆或者是俄罗斯不方便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这种空对地、空对海的这种导弹，现在已经完全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跟机会，这也会成为一个常态。那为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新安保条约就是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出来的时候，跟日本政府的不同调，这个才让日本你看他现在显示出非常的焦虑不安。也就是说，他感觉到不安，严格上来讲是更为焦虑。也就是美国的想法跟日本不一样的，这代表什么？代表高市本来想把美国的新安全观写到他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他的这个战略整个都失败了。那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把日本看不在眼内了，这个对日本其实是最大的挫伤。好，我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大家也很关心哦，因为像是东南亚这边现在也发生了泰国跟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好，那这里也看到泰军 F-16再轰柬埔寨哦，那泰国总理阿努廷哦，非常的呛哦，他直接说泰国将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直到泰国不再受到威胁。好，但是大家想说，川普之前还不是去调停吗？竟然还获得了泰国总理阿努廷的呛虾。好，那我们看到泰柬的冲突持续延烧当中，现在美国东协都劝不动啦，柬埔寨照打不误哦。那泰国也对了这个
达勒府的5个地区进行宵禁，那甚至泰国还考虑要封锁和柬埔寨的陆上关口，不让武器跟原油进入到柬埔寨。好，那这2国的冲突现在正在扩大。刚才我们讲到了，现在泰国有5地是宵禁，而且还封锁了这个泰国湾。白宫这边也有态度。好，白宫发言人是直接说，这美国总统川普期望各方履行停火的承诺，会追究破坏和平者的责任。所以现在连白宫都发声了，然后川普当然有打电话瞧嘛，都瞧不动。好，所以有看见这没有降温的趋势，所以接下来的局势当然就牵动各方哦，因为外交斡旋失灵哦，军事行动正在扩大当中，那已然对区域安全跟民生经济造成了实质影响。好，所以现在这个冲突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大家也还记得乌俄战争目前还正在持续，而且对于和平协议没有完全定案。那泽伦斯基最新是有讨论到说，如果西方能够提供安全保障，他是愿意放弃加入北约的野心，但是是拒绝向俄罗斯来割让领土。之前我们看到相关和平协议的内容就有要割地又赔款哦。好，那现在泽伦斯基这样发声，就看能不能获得美国这边的一些这个想法。好，所以你看到今日头条第2大家也是很关心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放弃加入北约了。好，那当然美国跟乌克兰代表团他们是在柏林有会谈，那超过了5个小时都没有结论，所以15号还要继续商讨这个和平计划。那美国特使魏科夫则说，这跟泽伦斯基针对了结束乌俄战争的提案来进行会谈，那说双方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好，不知道这重大进展跟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放弃加入北约有没有关系？好，还要再看。但是专家现在说，乌克兰入北约不具可惜性，难影响谈判啊。说因为他加入北约已经缺乏了现实的基础所以对实质谈判是蛮有影响有限的。那泽伦斯基甚至现在也要求议员要做好预案说这个可能应对选举的这个实行。那泽伦斯基说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固守总统的职位，所以认为乌克兰应该要准备好应对任何的变化。那现在因为乌俄战争真的打得很长这战争在拖长，那民主合法性也被质疑，权力过度集中，还有国际支持转向现实交易的同时挤压，所以现在泽伦斯基的政治地位真的是非常的脆弱，所以看到他也不得不也做出一些让步。好，那美式的霸权是不是也在现行呢？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于委内瑞拉是一直流口水。好，那现在美国有一架是捷兰航空，它是从加勒比海小国古拉索来起飞的航班，但是飞行员说为了避免跟美国空军加油机相撞，他只好临时的停止爬升。那这名飞行员指责说美国的军机穿越到他的航道。那空中交通管制员也说有不明飞行器在他们的空域出现，令人相当的愤怒。那当然就是因为这是在美国的空域上面，所以这美国的态势也是非常有野心嘛。那这个很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起飞的航班一些事故所以很多这个像飞机这个飞行员也就非常的担心。好，当然看到美国也扣押了邮轮那紧张也升温，委内瑞拉的区域盟友表态力挺，也就是因为现在委内瑞拉被美国欺负得很惨嘛，所以他们地区的盟友说我们支持的是委内瑞拉政府，甚至也谴责川普政府扣押了委内瑞拉的邮轮。那美国的美军战机电战机也在委内瑞拉附近排出了这个豪华的阵容，说军事行动可能迫在眉睫。美军目前是在委内瑞拉周边的地区进驻了非常大量的电子作战机，还有逆踪战机以及加油机，还有搜救直升机。所以如此的大动作也被认为是不是接下来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当然我们之前讨论过说这个川普是尽量避免地面战，但是不是也必须要来做这件事情呢？好，所以现在大家用了霸凌这2个字说川普对委内瑞拉是用霸凌的手段。
那美国现在以扫毒民主为名，长期以制裁与霸权干预委内瑞拉，那却被包装成好像是民主跟和平的矛盾现实。好，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啊，还有这个欧洲地区，还有现在的委内瑞拉、中南美洲地区，哇，整个都是一个非常的乱局。好，亮哥怎么看？这个泰检的边境有800公里啊，那大概有20%还没有定边界啦。那柬埔寨最近在附近盖边界，就是边境的公路啦，那包括哨所啦，各式各样的东西，泰国都认为你越界。那泰国的军力对柬埔寨来讲实在是优势太大了。泰国的国防预算是柬埔寨的6倍，那柬埔寨没有空军呢，所以坦白讲就是随便打，柬埔寨完全不是对手，哇！那可是每次也不会打很久，实际上一直都有冲突啦，啊，有人开枪啦，干嘛？有零星的冲突，因为一直都有人走私嘛，走私毒品啊、武器啦，还有汽油、柴油啊，一大堆啦，啊，因为柬埔寨东西便宜啊，就有人走私过来啊。那你如果是泰国当局，你怎么会没有感觉？啊，就是那武力又相差那么悬殊，所以几乎都是泰国在打柬埔寨。可是他也不能打过头。那以前还有那个寺庙用地啊，有领土争议啦，这种事情我估计大概是打一打又停了啦。就泰国也不想给那个东盟这种感觉啦，啊，他都在修理柬埔寨啊。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所得差距蛮大的，那不断的走私进来啊，又有边界争议，这个不打实在是不太可能啊。那至于乌克兰啊，这个讲的没有错啦，就是你不加入北约，俄罗斯本来就认为是既定的事啊，所以这个不构成筹码啦。谈判是你要拿出筹码，不然怎么谈？那你现在是对俄罗斯最想要的东西，不加入北约当然是啦，另外就领土嘛，那领土一律 say no 哦，那一律 say no 就不用谈啦，因为目前还在打，而且优势在我啊，而且冬天快到了，所以是谁的条件在变坏？比如说乌克兰，那现在输配电还有很多发电厂被打嘛。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地方没有暖气耶。乌克兰的冬天，12月到2月是非常非常冷的啊，你撑得住吗？所以我说有些东西哦，我也不知道泽连斯基在想什么了哦。那还有就是领土的让步哦，你去想一想，俄罗斯已经占有那么大17%的领土，他怎么可能退呢？啊！而且目前搞不好他还进一步打奥德萨，你还会继续失去更多的领土哦，条件会越来越糟。好，介大使怎么看？那个泰国政府前2天已经宣布解散国会了，那国王已经签了。那照他宪法规定，他要差不多在45到60天举行大选啊。那这个东西如果说跟现在的这个泰检边界中途这个连结在一起的话，那这就比较麻烦了。对，因为泰国现在这个执政党它是小党联盟，阿努廷的小党联盟。那他如果想要连任的话，这场战争的处理得宜与否，是谁能比较赢得民心的话，我想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刚开始他觉得他一出手就摆平了，没想到他也在2天前，他也在他的那个社群网站说，我出手了，两边都肯给我面子，决定暂时停火。那结果他那个文章发表没多久，又继续打了。一打以后，最近他们就说这个，所以他发言人就出来讲话，放的比较怎么讲呢？重一点的。他说如果你将来你还继续打，川普要追究和平破坏和平者的责任还要追究责任的。所以这件事，我觉得现在应该压力比较大的应该是阿努廷，泰国的首相，因为他又要改选，他可能会受到美国更大的外交压力。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要看他最后做一个怎么对他自己的这个还有他这个政府最有利的决定啦。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变数。那就是说，泽伦斯基现在因为不太听话，他是不听川普的话，因为川普就是说你就认了吧，28条，那个其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普丁坚持的那个领土的安排。那领土的安排有一点泽伦斯基完全不能接受，就是说我守了那么多年，2014守到现在，那个土地俄国也没打下来，为什么要让给他？那这个土地听说有4000平方公里，也就是在这个那个顿巴斯，现在还有一小块还是乌军在控制的这块土地。那照美国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就给俄国算了。那这一点我觉得他吞不下来，川普那就说，川普就翻脸了，他说，那你就给我改选，你这个政府现在的合法性人家觉得有问题。哪有说不经过选举就可以当总统的？那泽伦斯基为什么要低头呢？很多外界的猜测就是因为他的政府丑闻，跟他的关系可能越火越烧，越来快要烧到他的身上了。所以泽伦斯基也说好3个月，然后可是呢又提出了条件，所以我们选举之前这个国家安全你们要给我保证，你美国也给我保证。我看美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现在可能他就是要准备要举行大选，那大选如果他下台的话，那就比较符合可能川普的意思了，就是说泽伦斯基就是个障碍，把他拿掉再说，后面换一个人的话，不会像他这么难搞。好，赖教授怎么看？泰国现在确实很麻烦啊，因为他的政府是少数党执政嘛，所以他觉得他已经执政不下去了，他跟他们的国王报告，国王也同意了，所以他们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改选，他当然希望他的政党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有一个合法性。可是他当时要解散国会的时候，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少数执政，所以他的施政有困难。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个泰国跟柬埔寨的冲突正在发生，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他也要解决。那现在冲突扩大了冲突扩大，那泰国在空军、海军方面具有优势的一个地位，可是在陆军没有。因为柬埔寨它在过去就是擅长，也就是我们讲的红色高棉时代他们擅长打地面部队。那泰国的军队，他们到目前为止不敢进入这个缅甸不是进入柬埔寨去进行地面部队作战。如果没有地面部队的一个作战，你的边界的领土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你最终还是要由地面的部队来去守护你所占领的这个土地。那目前这个战火，一旦没有出动地面部队的话，两军没有在这个地方交战，我觉得这个等于是有点像是威慑性的、惩罚性的、威力性的这种打法。这种打法有短效，但是无常用所以要看他们在未来的时候地面部队敢不敢投入。那以泰国来说的话，它的地面部队跟柬埔寨的游击队的作战不见得具有优势的一个地位，因为美式的打法跟这个过去游击部队的打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泰国这么谨慎都用空军、海军，但是不敢用地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很大的一个把握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柬埔寨的一个情况跟泰国。那美国如果调停无方的话，最后很有可能大陆才会出手。大陆目前来讲，它是不先出手，由美国先出手。那如果最后是中国大陆摆平的话，那中国大陆在东盟的国家的威望，那就不是美国所比喻了。所以他是让美国先出。那现在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的威望受到挑战我想他也是有点困难。泽连斯基目前是节节败退了，还没有谈判之前已经说这个不加入北约了然后接着又说要选举，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之前所采用的策略失败了，因为之前他说选举要经过修宪还要确保他的前线的安全。那我们当时就推断川普不会吃泽连斯基这一套。那泽连斯基现在跟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这个终身议员的可能性没有了准备要改选了，那就代表他在这部分里面他以后撤退了，他应该下台不远了，有做了一些妥协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美中之间大打关税战哦，但是这一回合看起来哦，中方算是胜利了。好，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首谈关税事件哦，当然也引发很多关注。他是谈到了中美贸易战哦，他说打出了志气、骨气跟底气哦3气，说这个关税战情况之下，中国向世界展现出了从容自信哦，没有讲从从容容，好，从容自信，彰显了硬核实力，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那他说科技创新的成果也证明了对我们的卡脖子卡不住啊。说上天入地下海的科技创新成果令人刮目相看，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那推动高质量、可持续性的发展。所以看得出来嘛，习近平对于这集他在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博弈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已经赢下了这场战争。好，那风评也看到了中国出超破兆。川普看起来是白忙一场啊，所以美国是不是变成了最大输家呢？也就是因为2025年1月到11月的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了1兆美元。好，这还不包含12月份的出口额。那长期来看呢，中国出口对美的依赖度又下降了。美国祭出了关税战、贸易战，对中国的杀伤力是越来越钝化。那川普的关税战基本上是失败的。那川普接下来的关税战有没有可能在国内赢得胜利呢？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在这个官司上面应该也会是失败的。好，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川普不是放行了辉达 H200的晶片疏中吗？那之前也说应该是黄仁勋有说服川普。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众院议长强森他也说，因为这个黄仁勋给他的答案跟川普讲的差不多，也就是辉达目前掌握的是全球人工智慧晶片市场高达95%的市占率。那黄仁勋就很担心，如果辉达没有办法在中国市场竞争，反而就会让中国的体系超越他们，甚至超越其他的美国企业。好，所以呢，现在虽然川普放行了辉达的 H200，但问题是中国大陆这边进不进呢？之前有说蛮多的公司已经要下订单了，但问题是有部分是不是也拒买呢？我们看到白宫的 AI 事务主管萨克斯说，其实中国正在拒绝我们的晶片，他们显然不想要他认为原因就在他们想达成半导体自主。好，所以中国他们现在确实在努力砸了5000亿人民币要挺国产晶片。说在评估新一轮的晶片产业资金支持方案，这规模落在人民币2000亿到5000亿左右。那主轴聚焦就是扩大国产晶片使用与供应链自主可控，要作为既有大基金之外的增量资金安排。那这细节跟最终的规模还在讨论当中，但是这自主的替代一定是加速了牵动全球 AI 的估值，所以这也就是美国最担心的。如果他们自主可以研发出半导体的话，恐怕美国的晶片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好，那当然川普还是很在意的就是期中选举，他现在在打预防针嘛。我们看到他讲说他不确定共和党能否在明年期中选举之后继续维持众议院的掌控权，因为他的一些经济政策是尚未完全发挥效果。那此外，美国的健保成本也因为明年可能会飙涨，那会加剧民众对生活高居不下的不满，导致这民主党猛攻，那也不利共和党的选情。所以现在有人说共和党部分有人倒戈包含的是这个印第安纳州。好，因为川普希望在多州要力推重划选区，要增加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次，但是保守的印第安纳州有过半的共和党人都是投票反对的。好，所以这是不是算是川普的另外一个危机呢？那还有一个就是联准会了，因为现在川普这个对于鲍尔一直都很不满那鲍尔马上就要卸任了，他现在有钦点说是沃尔许要接棒联准会的主席。那他有要求这利率你以后决策要跟我们白宫先协商啊。好，但是首席的经济顾问有说，如果他有提名这个接
联准会主席川普对联准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利率决策不会有任何权重，说还是会以数据还有委员会的共识为核心。好，但我个人是不信啦。如果川普是提了自己想要的人，接着他一定会左右也会干预，这是川普的风格。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也就习近平跟这个川普的关税战，习近平看起来从从容容。问亮哥。我这个考验当然是 H200，中国要不要买啦？那目前中国大陆政府的主观上，当然是希望国产化嘛，而且已经下公文了，那个华为啦，那个航母机都列在上面了。那最近摩尔县城上市，从100多块涨到600多块，对不对？那后面还有一家啊，股市又有红利，让股民都赚。然后国产芯片也日益向上，所以只有一个情况会买啦，就是量不够。比如说航母机已经表达明年要生产50万片，这个比原来要多1倍以上啊。可是可能它的量能就是50万片啊。那如果全部都加总还是不够，那要不要买？是这种问题了啊。那我觉得黄仁勋也是在赌这个啦，他也知道中国不会买啦，可是他赌中国的量不够。我讲的是稍微高阶一点的啊。那他也看到，就是辉达的在中国的市占率一直在下降，它本来是52% 啊，现在大概只跌到只剩下20几了，就过去2-3个月来都是0啊，就真的不买。所以他当然知道中国政府的想法啦。所以他就是要赚最后这1-2年，因为增量没办法跟上需求嘛，所以看可不可以多少买一点这样了啊。那另外这个中国大陆真的是很挺那个国产芯片啊，他最近又在编新的预算啊，所以一副就是完全要晶片自主化了。然后第二就是明年的选举啊。众议院共和党输的几率是蛮高的啦，那可是参议院不一定，参议院不一定因为参议院各地都只有那少数几个老三杠在那边选啊，搞不好共和党还会维持现状。那这样的情况，即便众议院输到40席，对川普的冲击还是有限的，因为他有否决权啊，他可以用1/3执政啊。所以不要高估川普会不会整个跛脚，他这人不会啦，他即使断了众议院一个脚还是会每天吃维他命把自己撑起来这样然后那个至于这个提名这个联准会主席这个是没有用的啦，因为联准会的制度，主席可以决定什么议题要投票，那鲍威尔的任期是到明年5月啊，对，他一定不理你了。鲍威尔个性是很强硬的啊，他一定会捍卫他的主席的地位了，所以你提这个也没有用了。好，谢大使怎么看？对，那个有关这个辉达卖这个 H200到中国大陆，那大陆的《环球日报》总编辑胡锡进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是美国的阳谋。他说，就他目的不是要卖晶片，就是要扼杀中国本土芯片 AI 芯片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契机。那事实上的话 ，H20中国大陆是已经禁了。那这个 H200外面说它的能效是 H20的6倍。可是它也不是今天 NVIDIA 的旗舰 ，NVIDIA 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它还没有卖。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现在目前传出来是主管机关已经跟几个大的用户比如说阿里啦，跟这个腾讯啊几个厂商正在研商，到底需不需要？那这个一看就到底需不需要，看起来就是不是很鼓励你买了，很不鼓励你买了。那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已经有说拿到政府的钱了，不能买，不能买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不鼓励。如果你觉得跟你的公司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话，你能证明的话，应该还是可以。那基本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
这个所谓的这些运算中心中国大陆很多厂家把它设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那边进这些 NVIDIA 的高端的晶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就变成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管道也可以拿到这些晶片，而不必这个公开在市场上给你买这也是一个变数。那个是拿到 Blackwell。现在美国在查更高端的，对那所以 H200更不用说了嘛，对不对？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现在其实最终的考量还是什么？最终考量除了中国大陆本身 AI 晶片的发展的前景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安全。也就是你这个晶片是不是有后门程式？是不是到关键时刻它可以把你的晶片给你关掉，把你机器全部关掉？那其实，在做晶片业的、做高端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AI 的设施的都很清楚，那个美国很多高端的产品它基本上它都可以在远端遥控把它的机器关掉。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些公司买了以后赖账不付钱，不付钱以后，这个卖的公司就说你不卖，你不付钱，是不是？那我关掉。我就把你机器关掉，所以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所以你如果用了这些美国的这些不管芯片也好，相关的制造机也好，你还是受制于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有自己庞大产业，他都希望用自己的，就是这个原因。好，赖教授怎么看？美国国内大概分2个系统政客的这个系统认为说，应该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要做限制，遏制它的发展，这是有效的。科技业者的系统看法不一样，他认为你越打压，他自己会自己做出来，那反正你在培养美国的另外一个科技界的巨头跟最强大的敌人，那这是2个不同的系统。可是科技业者影响政治的比较低政客不太懂科技，都学法律比较多，所以他们自己影响制定政策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对大陆来说的话，他们其实还有点感谢这个从拜登一直到川普，或者从川普、拜登到现在的川普他们对中国大陆打科技战，为什么说有点感谢如果就我的了解因为我跟他们的一些接触里面，我的感受是这样，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一件事是什么呢？大陆的厂商企业太过于依赖美国的科技了他们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在是很困难那现在刚好就是美国帮你封了以后呢，就让大陆的这些业者，他们突然间买都买不到，想依赖也依赖不了，那都依赖不了的情况怎么办？那就只好自力更生，支持自己的国产了。也就是说，等于是大陆刚好就利用这个阶段借力使力来打通自己的任督二脉，而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包括各科技大学、各顶端的大学的合同的一个力量，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高教的力量跟企业的力量，还有资金，整个挹注进去以后，你看到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科学技术的一个攻关，就是突破原来美国卡的这些瓶颈，就一个一个破掉了。那一个一个破掉以后，就等于是其实大陆他们私底下讲，他们还蛮感谢美国的这一次的科技打压，让大陆的业者他们真的深刻体会到不能够完全依赖美国。